看一下对面的赛点，然后快手这把是选择到的红色，这个镜是直接不给了。那可能还是进家老虎。现在快手这样，要不然就直接在前3楼的时候把橘右京给掏了吧。橘右京毕竟虽然说是一个野核，但是他也是一个能够撑前期强度的一个英雄。对。看一下 AG 这么搬了之后，第一手选择。 狂烧席枕之处，皆为猎手。戈亚，这局给我的感觉，如果是1楼拿戈亚的话，他后面还有空空儿，空空儿应该会在前3楼也出了，组一个空空儿加戈亚的阵容，然后在3楼位可能是一手小乔。快手看样子要直接拿真香了。太乙加孙尚香。是的。 上一局给妖刀打难受了，这局开始拿太乙跟孙尚香的话，这种绑定比较深的英雄就开始打连体了。没错。乾坤倒转，万物归一。空空儿直接拿了。回首献花，打孙尚香太乙好用的真姬和沈梦溪都没了。AG 选择先拿个曹操，然后把中路往后放。 中路同样可以打消耗的话，还有嬴政，然后打强开的话有火舞。嬴政和火舞，总感觉要吃班位。确实。还有一个打野没出。快手3楼先拿一个狂铁，拿了托米老师所称的野核好搭档。哦。那这局快手后面应该是想出野核的，可能是一个野射双核，然后中路来手海诺。我觉得 AG 的班位上，一个海诺肯定要有。 要占一个班位。那野核呢？这把野核感觉可以再搬一手橘右京，橘右京搬一手飞，然后就看娜可露露要不要搬了，就是因为还有个海诺在嘛。快手先搬一个女娲。女娲确实，然后还有嬴政火舞这2个点，看要不要针对。快手搬了女娲之后，我觉得他在中路位置上，你除开海诺，还多出来的选择是真姬以及海月。橘右京先搬。 真的好针对句号，主要是前置位不拿，你在后位肯定是拿不到。但 AG 今天对于句号的针对，我觉得句号他一定得记在心里面。因为快手能否在季后赛走得更远，或者在未来的比赛走得更远，句号在未来的比赛走得更远，他一定要克服这个点，一定要让自己的弹野能够打出来，不能总是被对手针对到野核，然后自己的弹野没法打出来。是的。 就是你有一个位置玩的特别的好，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剑，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也得再布的高一些。主要是这是一个 S 组对抗嘛。我觉得跟他对位的中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因为中艺他就是属于这种野核加弹野，对他玩的都很好。他的弹野都已经进化到那种开始灵活出装了。是的。不过这也是个过程嘛，毕竟句号也是今年选秀大会才出来的选手。先看一下后续的班位，快手这边是搬掉了火舞和小乔。 那这样的话，嬴政这一手是在外面的，然后 AG 是搬了海诺。搬海诺之后，第3手真姬和海月挑一个。不过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手野核露出去了。对的。飞和娜可露露都会在外面。因为飞和娜可露露并不是一个可以把前期撑住的野核，它不像橘右京，橘右京是一个可以把前期强度也一样撑住的一个野核。最后选择搬掉了海月，搬海月给真姬，那这把。 AG 打野位上面可能会是一个野核，看一下快手，快手要先出打野还是先出中路？选择先给流浪拿沈梦溪。现在再看一手。对，拿沈梦溪去撑他们的强度。其实 AG 他如果说打野位置的话，他们的杨戬好像也还没有用。哦，杨戬没用。对。那杨戬配空空儿配戈亚，这正面能力很强。天上天下，来手嬴政，也是刚点到的一个英雄。剩下一个看打野，梦琪。哎，梦琪也能跟空空儿和戈亚接 combo。选了梦琪之后，快手野区压力大了。这局句号打野要出什么？
谭野的话是有的，有凯。谭野有凯有圆坦，就看他们的思路了，到底是要去打到一个野兽的双核，还是说如果出一个谭野，就是相当于围绕着妖刀去打一个4保1。地月行道，露娜，好像 AG 的阵容还真没有那种很硬的控制能够限制露娜。确实，而露娜这个英雄是句号当时在挑战者杯被我们记住他的一个绝活英雄。是的，就其实大家记住他的第一个野核应该就是露娜，然后后面是镜。但这个在这个赛季的话是他的第一把露娜。露娜这个英雄的话，他确实是一个操作空间很高，尤其在这一局对面没有硬控的情况底下。但同时他面临的问题也在于说，他在前期的野区防守能力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英雄的话是中期很强的一个英雄，他只要第一片野区没有受到干扰，稳定到4级，然后在打后续野区的一个防守上面是很强的，然后他刷经济能力是很快的，在中期能够打出打野的对位经济压制。是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把中期撑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妖刀有足够的经济以及发育环境，让他的缩小箱能够起来，然后到后期团战的时候，去专门用来去骗对面的技能，然后负责开团。这手露娜确实从阵容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包括也是非常符合句号他在赛场上面的一种风格的，就要期待一下他如何要去操作这手露娜了。但是像刚刚聊到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英雄他在前期是很害怕刷野的时候第一波被干扰的嘛。没错。那我们再看到 AG 这套阵容，他其实前期的能力很强啊。他前期下半图能力很强，下半图非常强，上半图的话稍弱一点。你曹操毕竟打狂铁嘛，对，打狂铁要弱一些。然后快手的话，他有个沈梦溪和太乙。中轴上面强度也够，所以这把快手它的一个开局的布置的话，就是分线完了以后，让子阳和流浪这个点去把下半图那个河道位置卡住，对，卡住对面进蓝的那个口子，让句号第一波蓝区不要受影响。两人就抢中，抢完中散开，各占一个口子，对，清楚中意动向之后，也清楚 AG 他的一个想法之后，再去做一个边线的支援，先确保野区安然无恙。在面临到对面赛点的时候，也是给到句号很高的一个信任度，给他使用到了露娜，他本赛季的第一把露娜。但是我们也说到了，从胜率的角度来看，句号以他的之前玩过的一些野核举例啊，他的劲飞、老虎、纳克露露胜率都在60%以上，所以他拿到这种野核英雄的时候，整体的节奏是非常流畅的。那这一局 AG 的话，就要看一下他们在前期如何去做到一个部署了。因为我觉得 AG 他们在今天一上来，尤其第一局打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把自己的状态又稳定下来了。是的，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在7月底的时候，当时面临到了很大的压力，就是他们的波动性比较大嘛。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其实整体的场均时长就获胜时长也在慢慢的变久。他们其实第2轮比第1轮慢了1秒，第3轮比第2轮又在慢了差不多2、3分钟的一个样子。那看一下这一局比赛，他们拿到这种前中期有进攻性的阵容之后，打出来的效果如何了？这场比赛，蓝色方成都商会，红色方苏州快手，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大帅这一上来就开个晕眩。耗一波流浪状态，然后让长生能够在前点把这个兵线先清掉，而上路的话，渲染是顶着萝卜，快速把兵线清了。是的，抢2级。长生趁着沈梦溪和太乙往下走的时候，在偷山豪。子阳很凶，闪炸过去，不让流浪2一踩滴滴血到手，把大帅留下。这波大帅皮过头了，直接被子阳和流浪抓到这机会，而且击杀给到了流浪。后面看露娜出野区，萝卜这个空间之灵卡着，等句号来。林峰。然后兵线可以一起清，句号吃完上路传中路可以继续吃，这样他的发育会非常的连贯，对，会非常快。逃不掉。中轴的位置找到，
大帅，而且呢吸一下，再一飘，哇，全是操作，再拉出来，大帅没了，然后侧面的话看一下渲染，哇，这一波闪现进去，把句号给留下了。长生又是一个闪现过去接平，也想留下萝卜，但伤害差一点点。被拆火了，被流浪这边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然后狂铁大招 CD 也好了。这波渲染的判断，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他上波线清完了以后，他是直愣愣的直接往中路来，他就是应该9局是的，看流浪这波追着长生，然后子阳这里手不够长，那渲染过来做了一波劝退，看看能不能连，被流浪这边2-2给卡了一下，自己再交闪往后走。被渲染压力了一下，是的，闪现直接交了。看萝卜蹲到大帅，大帅血量被下低，先交个晕眩，很惊险，可以走。流浪想蹲一波机会，流浪和子阳前期对于这个河道的掌控力还是很强的。看一下，这是刚刚的第一波。一波大帅上去皮，然后被句号操作，那可以连着打了一波状态，借着傀儡直接打。对，主要是这个渲染扛塔扛太多了，露娜扛塔扛太多，然后渲染刚好到，直接把露娜给留了。就是借兵线过去吸一下，长生闪现是还没有好的，被对面再一炸流浪补上伤害，长生没了。现在中路这一块全是快手的统治区。对的，因为首先它这个点爆发就高，而且好留人。露娜可以借着兵线飘过去，然后去吸嬴政啊，或者吸空空儿，吸这个想要清线的人。你除了梦琪估计能顶得住这一波，你其他换谁来都要被留。所以接下来 AG 可能要是一些后线，然后让中艺跟着一起把这个中路给过了。中轴就别想对抗了。这波渲染去断了萝卜的传送，然后这边的话中艺站着龙坑要拼一波惩，最后梦琪拿到了这条龙。今天中艺的惩还是握得相当稳。句号趁机反个3毫。露娜目前的经济3600了，比较不错。对位差不多有700-800块钱的领先。对，句号他的野合厉害就在于他这名选手操作够硬，刷钱能力还强。他往往玩到野合的时候，无论是他的镜啊，还是蓝，还是飞，还是老虎，还是橘右京，都能够在10分钟的时候经济在8000左右，有的甚至要超过8000多。这把看到他的对位经济已经领先了差不多1000了，这对于露娜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情况。而且因为也说到 A 这套阵容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硬控的，对，所以限制不了露娜的发挥。对的。下半图的一个位置，东花有些难受，被打到了丝血。子阳的话是套了一个大招，自己的状态也残了，往后撤。萝卜来了，给个1闪，直接是把大帅给留了。然后自己这个位置应该也能扛一段时间，但是长生这边开了一个大招追着打，感觉萝卜应该走不掉了，渲染也下来。而句号这里操作起来，长生走不了，找到长生。这样每波团其实打完了以后，句号他都是这个受益人。对，然后再接着野怪，要跟中艺操作一下，发现这梦琪还是有点刮不动。不过有一个善号还可以继续拉扯。转下再去吃波钱。对，再吃一波钱，这露娜的经济已经5000了，快6分钟5000多的一个经济。感觉他到8分钟的时候就要有7500了。他这个分均经济感觉这把得有900多，刷得很快。对。嬴政大招一开，然后正面挤在里面，梦琪大招拉扯出来，这波空儿大招做拆火。这波句号想断大去留梦琪，没留住。马上大招就好了，这个红 buff 野区可以进，萝卜也来了。知道对面中艺的梦琪是没状态的。对，而且这波红反完以后，再可以转过去，再尝试进对面蓝区。借兵线再飘一下。是的，这个前点线吃一下，6000了。AG 在提这个蓝 buff 的速率，知道梦琪来不及了，直接给到嬴政。但这段时间 AG 能做的只能是先清线协防。对他只能清线防守。对。
浩这一把他整体的一个热点图应该也是分布的比较广，因为对面留不住他，到处刷，然后到处吃钱。月光的痕迹遍布峡谷各个角落。确实，绕后的一个位置，给到压力。中线这波是直接把嬴政大招的伤害平摊掉了，不过对面支援了过来，还是没有办法去给中塔形成压力。句号顶着过去，二技能吸2个，再拉出来，回头，太丝滑了，伤害还高。就目前为止，就看到露娜的这种操作，大家会觉得是一种享受。一诺侧面想找一波机会，弹射起步，被对面给拉扯开，子阳反炸，闪现反炸要留人，梦奇丝血大招拉了出来，然后妖刀这边要和一诺进行一波互点，有点点不过，但是最后呢是扭头躲了一下最后的一条伤害。这个时候露娜又来了，要去做收割，锋芒毕露到手，先留下长生，另外一诺只能反着跑了。子阳的这波反炸还是有点惊险的。当时他反炸的时候，露娜是不在的。对，第一经济点不在，非常惊险。他回去过野了。哎，这红没反掉，因为刚刚那个惩句号是没好的。露娜已经是一个7500的经济了。他这个经济到10分钟，黑暗暴君团，我都不知道 AG 怎么打，是，只能想着去换龙。快手到时候得派一个人在主宰的位置站一下，然后黑暗暴君可以让露娜一个人单刷，其他人把位置卡好，把视野站好就行。看怎样的这个反炸，想要去集火中野，但中野吃完控制之后一个大招走了，然后妖刀这里的话是差点被击杀掉，还好闪现给的够快。然后句号当时第一时间也就选择我先不刷野了，他就是来正面对来接手这个团战。对，然后把长生给收了。看到目前句号的一个总经济啊8116，它的一个最多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兵线经济，还有就是野区经济。但是现在来到最关键的一个10分钟龙团了，这也是 AG 一直处理的很好的一个节奏点。嬴政大招先去压这波线，清掉。这个红区马上就要刷新，萝卜的狂舔已经渗透到了 AG 的红区，站好了视野。没错。然后就等句号的露娜过来。曲岸这边的话是去对抗路截了波线。看到露娜往那一站 ，AG 这个红直接放了。先放。AG 的主要目标是先把这个中塔护住。是的。中塔一直护着的话，发育环境会好一些。是的。萝卜这个位置。萝卜正常卡红贝，把这个口子给顶住，然后让句号在下面用龙做跳板飞上来，先耗一波。但是对面抓住了机会，空管大招直接一卡，复活要站起来，但正面看一下，萝卜一个人先去卡住对面人站起来了，直接被轩然给切掉了，上野全倒，而且还能再追，子阳也被留下。10分钟就是 AG 的舒适区，0换3。AG 又展现了一波神奇的画面，看到底下教练组感觉也是很满意啊，这个选手在局内这个操作，就是不急不躁。说实话，哪怕你前期露娜再秀，你总有失误的时候吧，你只要失误1次就是我的机会。关键这失误的时间点也太在那个 AG 的闹钟上了吧？那这样又是一波大节奏啊，就是和第2局一样，一旦说 AG 他抓到了一个机会，他可以非常快的去把这个局势打开。看看这波，由梦奇做跳板，然后梦奇一个梦境环游走，露娜想飘的时候正好断大。中艺的这个大招让句号的大招弹道没有刷到自己身上，刷新大招。对。后续的团战的话，也是 AG 这边他是有准备的在做这波架，但快手那边不是，当时妖刀还在龙坑的一个背后，他是完全跟不上的。刚刚的位置。是的。哇，就这波打完 ，AG 经济反超。舔炸，但是梦奇这边又是大招撤走了。AG 还是同样的，先避战，因为刚刚那一波打回来了以后，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打回来很多。看子阳，奔狼冲过来，想留中艺，找中艺，先往后拉扯，大帅开了一个大招做分割。中路的线被一诺送过去了，这波一诺还要再送一波，要再去卡一波线。对，这波线送完了之后，可以去推一下中路高地。看一下句号这波飘进去又断大了，
感觉要被盯住，终于从后方的位置直接转了进来，卡住对面的前点。哇，一诺一个人顺势就把对面的中路高地给点掉了。而队友在正面跟快手5个人做拉扯，妖刀也有闪现过去，闪现上去，想要击杀，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套了一个复活，有一些惊险，但是还是把血染给收掉了。要过来再拉扯，想留人。萝卜闪现已经被逼了出来，这波莫句号又断了。进去了以后，感觉有些慌乱了。那这个时候变成了 AG 的乘胜追击，对面全没有技能，而且没有闪现，慢慢往里追。知道草里面有人，终于一个人先去卡，然后嬴政这边哇，乘胜很凶，追着流浪这边打。正面的话，中野。 中野扛着，一诺打着，但是第一时间没扛住啊！子阳护着妖刀，但是长生这个大招直接把妖刀给逼走了，子阳先死，萝卜这位置这点血量也走不了。长生这个位置应该是能追的，而且能直接给加速。然后一诺这边大招想要去框一下，可以做牵制，两边已经完全打散了。萝卜这边应该是走不掉了。这2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感觉句号现在其实他的手已经开始有点抖了，就是从他的这个操作上面来看，在10分钟的一波连断3波大招，对，感觉肯定是受到一些影响，有些紧张的。露娜的强势期已经过去了，AG 的魔女已经穿了4件了，而且 AG 他打的真的是相当冷静，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经济。 没有说掉的特别的多，包括一波打回来以后直接完成了反超。这一点上有一个数据可以聊到的，就是先看一下快手的动作啊。子阳闪现没好，这个时候不会轻举妄动了。再要开团也肯定是等到太乙闪现好的时候再去找这个机会。就我们今天有说到 AG 的飞血胜率很高嘛，我觉得可以补充到的一个细节点，先看下中路这个位置。要正常拼这波黑暗暴君。是的。 哎，一诺的戈亚应该还是想先过个中线，然后让队友在这边4个人牵制5个。不过快手 RA 龙的速度很快，怎么先大招先一盖，中野再一次抢到了龙，这手太稳了。然后正面这个时候句号飘进去，这个位置被卡了一下，再切妖刀，卡到了后方的位置，再疯狂的卡，被手撕。这边 AG 直接乘胜追击，中路的线。 中路的线是有一个超级兵的，流浪没有这个很好的技能，也没很好的位置，被赶走了，被对面给卡住。一诺拿到手无坚不摧，兵线进去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比0战胜苏州快手。在 EWC 夺冠归来之后，目前。